美国发出多轮请求，着急与中国开展对话，背后呢究竟有何目的？必须满足一个要求是什么？大家好，欢迎来到赵特远观察室。最近，美国再次隔空喊话，希望和中国谈谈。据俄卫星通讯社的消息报道呢，美国白宫新闻秘书皮埃尔日前就说了说美国总统拜登依旧想与中国领导人谈一谈。他还说呢，这是出于两国良性战略竞争下的必要之举。要知道，此前美国国防部的副部长科林卡尔也曾表示，美国希望与中国军方展开接触，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两国的双边关系。但很可惜美国的多轮请求没有得到中国的积极回应。这倒不是说我国现在飘了，而是在于美国的所作所为完全不值得我们再去相信。且不说去年 G20 会晤后，两国元首达成战略一致，可以有竞争，但是不能搞冲突对立。结果怎么样呢？拜登政府为了一己私利，采用暴力手段来发酵气球事件，企图呢将中国的尊严是踩在脚下。而不仅如此，美国政府还频频在半岛、台海和南海的方向上排兵布阵，例如新建军事基地增加对盟友武器的出口大有一副对中国群起而攻之的意味。而这些举动无不是对早前言论的推翻，因为如果美国真的想与中国合作，就不应该去侵犯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利益，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之上，美国试图帮助台独分子的野心是昭然若揭。当然，如今美国能放下脸面找上中国，并不是说他们认识到了自身的错误，反而是因为国际形势在不断地朝着美国不利的方向发展。首先，随着俄军的战略反攻，乌军的处境是越来越的危险的，不仅丢失了战略要地巴赫穆特，而且不久前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亲赴前线做好了一举拿下乌东4州的准备了。这明显是不符合美洲拖垮俄罗斯的初衷。而其次，欧洲的风向也变了，法国总统马克龙率先对美跳反，宣布要推动俄乌尽快和谈。而一旦谈判到来，美国将无法继续收割欧洲资本。最后呢，中俄的战略合作正在不断的深化。我国元首、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先后到访俄罗斯，那么就是在加快建立双边战略伙伴关系。而可想而知，如果中俄联手，留给美国的操作空间呢，也就不多了。毕竟两国优势互补利益趋同。总而言之呢，美国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保证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试图通过与中国展开对话。拜登政府想要得到中国继续保持俄乌冲突中立的立场，并且呢了解中国对美国霸权的态度。可是美国心里应该很清楚，在他们没有对中国释放足够的善意和诚意之前我国是不可能轻易的松口。而其实呢，在我看来，如果美国满足不了这个要求一切都是免谈的，也就是解除对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的制裁。或许有些观众还不太了解咱们这位防长，他不仅拥有极强的国防专业能力，而且极大地推动了我国与俄罗斯的军事来往。比如说，他在担任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期间呢，就让中国得以进口一批苏35战机以及 S-400防空导弹等重要的武器装备。为此，美国以所谓的违反国家安全为由，将其列入了制裁名单，直到如今都未解除。要知道，制裁一国的防长呢，往小里说是歧视，往大里说就是做好了与中国冲突的准备。而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我国如何放心与美国开展对话呢？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点赞、转发，留下您的精彩评论。